号称中国拳坛行走的坦克邱建良踢馆泰国拳王吴东颂。吴东颂大骂邱建良是菜鸟，还让邱建良尽管朝自己的脸上打，称中国功夫只配给泰拳舔脚。但是这一次我只能说，吴东颂惹错了人。邱建良简直不是拳手，他是行走的坦克，拥有中国传统武术的致命杀招。他6岁就开始习武，更是改良了神龙摆尾，一脚直接将泰国悍将苏萨控爆头，直接送进医院。组合技后的一招致命的袭击，更是直接将日本选手顶到吐血，滚下擂台，生死不明。吴东颂虽然在泰国拳坛实力强劲，但是面对中国坦克邱建良，我只能说凶多吉少。好，那让我们闲话少叙，比赛也是正式开始。好的，一上台我们就可以看到双方的这个战斗风格都非常的火爆。邱建良一套组合差点把吴东颂直接打下擂台，哎呦，观众都站起来直接给我们的邱建良欢呼。不愧是我们中国行走坦克，打法相当的猛进啊！吴东颂这边非常的不服，他的打法也是相当的火爆。但是这边遇到了更火爆的人，哎呦，我们邱建良是直接冲上去一顿重炮，再来一个袭击，哦呦，这是我们邱建良最经典的一个杀招啊！这个一套组合之后，跟着一个重击，一个膝盖重击，这一套 KO 了不知道多少拳手啊！不过吴东颂也是非常能扛啊，不愧是老将啊，拳坛老将，这一套也是让他非常完美的防下来了啊！好，我们邱建良继续猛击，继续来套组合。吴东颂根本反应不过来，只能被动挨打。双方的战斗风格都非常的凶悍啊，可以说，吴东颂更是以号称钢铁下巴和这个凶猛火爆的战斗方式而著称啊。但是这一次碰到了坦克啊，你再火爆也没有坦克强啊。邱建良的进攻有着坦克一般的凶狠啊，他的体魄也是像坦克一样的这个耐打。呀，双方还来了一个给我们展现了一个非常传统的撂跤啊，小学生的撂跤。农拳场的冠军，这位选手可不是一般的厉害，而且他13岁的时候就开始参加正式职业比赛，总共打过139场的这种国际。好，邱建良一个经典的神龙摆尾，接着组合，漂亮。可以看到这个吴东颂已经被打笑了啊。这边第2回合开始。上来，邱建良就是一套猛击，直接将吴东颂打倒。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吴东颂的面对我们邱建良的进攻面前啊，简直是无法招架，被打的是连连后退。现在基本上是吊着一口气在打啊，被打无语了。邱建良这个进攻简直如狂风暴雨一般，哎呦，这一套组合。吴东颂是个狠人啊，但是他碰到了更狠的。这被打的啊，也是相当的难受了，毫无还手之力啊，可以说是。我觉得要终止比赛了，我觉得。哎呦，邱建良又是一顿重炮，加上一个膝顶，直接将吴东颂撂倒在地。作为年纪也不小了，而且他恢复训练时间不长。这边吴东颂被打的也是怒目相对啊。哎呦，这边帅啊，一个飞天炮拳啊，漂亮。这边接着猛击。吴东颂的每次反击啊，都被这个邱建良的进攻给化解掉。邱建良的这个每次的出拳啊，可以说都蕴含着好几千年的这个武术的精华。邱建良的重炮如雨点一般砸在这个吴东颂的脸上，吴东颂这边也是招架不住。但是不得不说啊，这个吴东颂真的是号称钢铁下巴啊，这么打还能站起来啊！我觉得真是要是一般的拳手啊，是直接就送进医院了。像之前的这个日本选手啊，在面对这个邱建良的这种组合面前啊，是直接被都没有使出来这个袭击啊，就直接就是组合拳直接打到擂台下面了啊。这个吴东颂还能坚持住。这也是一介狠人啊，也可以说是一介狠人了。但是也很危险的确是。对，在以往的拳击当中有这样的明显邱建良的那个爆了啊，逆转爆了啊！但是这个我估计很难了啊。这个邱建良来自于我们我觉得这个邱建良的这一场比赛啊，应该是吴东颂此生难忘的一场比赛，这应该是他碰过最狠的一个对手。
毕竟吴东松的打法以凶悍著称啊，这个泰拳本身啊就很凶悍，而且吴东松的打法更是相当的这个凶狠啊，凌厉的进攻啊，根本不给对面留喘息的机会。今天碰到了最狠的啊，更狠的，这邱建良居然让他都抬不起来拳啊！大家可以看到这边吴东松还在强硬的进攻，但是根本没有用。邱建良的这个出拳太凶狠了，而且太刁钻了。这邱建良继续砸拳，哎呦！这个老拳王郭维啊，那我们看到这个邱建良啊，可以看到这个双方选手已经打到了第3回合。吴东松也是狠人啊，能给邱建良打的是气喘吁吁。狂风暴雨般的进攻也是很消耗邱建良的体力啊。这边这个吴东松还是能坚持住跟他打，也是相当狠了。这哎呦，又是那炮拳，差点给这个吴东松干出擂台。不过还好，这个吴东松也是挺住了，非常耐打啊，非常耐打。再一个抱摔，哎呦，吴东松的体力是明显跟不上了。这个邱建良的这个体力啊，就如同坦克的这个发动机一般啊，如同滚滚履带一般朝你这个撵来啊！我要是作为这个吴东松啊，我也感觉是非常绝望的啊！这对面狂风暴雨般的进攻就停不下来，他还在进攻，哎呦！这边一个踢击直接猛攻，踢的这个一下子被这个邱建良带入这种比赛节奏，对，他也忘记了这是一场可以用的。看起来双方的体力也是消耗的差不多了啊！现在转入一个试探回合。可以看到吴东松现在表情是相当凝重啊，自己这一次真是遇上对手了。除了在场上渴望胜利、争取胜利之外，其实我们大家共同看到的难能可贵的是一种精神。没错，还在用自己的这个动作和行为来挑衅，表示我还能打。哎呦，不赖，吴东松这边还在用自己的招式来挑衅这个邱建良，表示他自己还能打，还能扛。哎呦，不得不说，这个吴东松是真的耐打啊，不错，不愧于这个人们送给他的这个称号啊，钢铁下巴。或多或少受过伤啊，这是邱建良继续猛攻，抓住机会，直接朝脸上一顿炮拳，再来接袭击。而且观众你们看这个，哎呦，邱建良反应是相当之快，刚才吴东松这一招砸拳是直接被邱建良躲过，这边吴东松被打的只能发狠啊。只能这个通过怒吼来发泄自己的心中的不满，这已经被打的脸都红了啊！哎呦，这个吴东松被打的相当难受，心里是相当的憋屈啊！面对对手狂风暴雨般的进攻，自己根本没有办法。这假动作试探好，一招鞭腿，这边继续猛攻，哎呦！这个邱建良的这个袭击甚至都有点怎么说呢？有点留下了点这个留手了啊，留手了。多年的武林风，像这样的拳手，我觉得，哎呦，这边再来一个砸拳，吴东松已经扛不住了。这边吴东松还在这个用自己的招式挑衅，还表示自己还能打，但是这边邱建良作为他的对手，已经是怎么说呢？敬佩吧，更多的是一个这个担心，出于一个担心。也是跪地直接表示啊，吴东松你不要再打了。吴东松确实是非常能打啊，非常能扛。面对邱建良的这种进攻，他居然还能扛。之前我们也说过啊，这个邱建良的进攻让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进攻甚至是有点感觉稍微有点留手了啊。邱建良甚至都不忍再打了，再打下去，这个吴东松，刚才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吴东松的嘴角已经流血了，再打下去，吴东松可能真的是啊要受不了了。这个泰国的拳手真的是不错啊，非常的凶狠啊，不把自己打废是根本就是不下台啊，人是非常狠，但是很遗憾，这场比赛狠是没有用的。作为对手啊，吴东松打的也是相当合格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脸色铁青。这场比赛打完之后，基本上是要进医院了，这个嘴都吐血了啊！发狠是没有用的。这场比赛这个邱建良无疑啊是赢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
不过作为对手，我作为这个解说也要这个向吴东颂表示一个致敬啊！作为对手，他已经是相当合格了。这个虽然你赛前非常狂啊，但是这个在台上也是能面对对手这个相当凶狠的进攻啊，也是战到了最后一刻。好，那最后也是让我们恭喜邱建良赢得本场比赛的胜利，不愧是中国行走的坦克。比赛结果红方胜。KO！ 中国欧阳家后人小伙使出100年难得一见金刚腿，直接将对手大腿腿骨踢成骨折。注意看，这位来自于中国，看起来穿着极其夸张的，就是来自于中国欧阳家的后人，来自于中国的小伙欧阳锋，号称小吸毒，中国70公斤级战神，16战16胜，横扫日本擂台的 K1 双冠王。1997年出生于安徽省，身高1.8米2，中国最小搏击70公斤级绝对王者，职业生涯16战16胜。16次 KO 的恐怖战绩震惊世界。2019年转战武林风，3年内横扫18内国位高手。他的技术犹如暴雨梨花，卡夫踢组合拳精准反击，尤其擅长在地推3回合 KO 对手，被日本媒体称为亚洲新皇帝。而对手来自于格鲁吉亚的胡子杀手戴维特·尼利亚，一拳 KO 安迪·里布蒂的传奇王者。1982年出生于格鲁吉亚。职业生涯36战24胜，13 KO 12负，空手道黑带技术震撼世界拳坛，曾 KO 中国名将郑昭玉，让中国全民见识到什么叫铁拳无情。好，那这一次也是双方选手的第一次碰面。这个格鲁吉亚的戴维特也是相当猛的一位选手啊，可以说在职业拳坛上、世界拳坛上啊都是这个名战场啊、名战绩，这个战绩都是赫赫有名。那么欧阳锋啊，这位小伙面对戴维特也算是这个遇到了啊强敌。可以说在这场比赛之前，欧阳锋在国际赛事露的面还是不是很多，特别是这种跟国际选手打的这个比赛啊，经验可以说实际上是不算太多啊。先手一个缠抱啊，犯规。就是面对控制流打的并不好。好，我们可以看到欧阳锋这个打法还是比较激猛的，比较凶猛的。在擂台上见过80后的戴维特这个年龄，今年的这个年龄啊，其实已经是在拳坛的这个全龄来说啊，已经是相当的高了，的确是很少了。那么面对欧阳锋这种星星之秀，我们可以说他是英雄迟暮，但是也可以说啊，经验是相当丰富。戴维特的这个空手道融入这个踢拳，将这个空手道的这个一击必杀的理念融入踢拳的这个战术啊，实在是非常凶猛。曾经在这个毁灭性重拳 TKO 安迪·里斯蒂，一战封神，夺得格饶瑞轻量级世界冠军，能力也比较强。可以说他的这个含金量啊是相当之高。如果要是个反价呀，他的这个标志性大胡子下啊，藏着这个空手道杀手的真面目，擅长这个先打身体再打头。曾经还 KO 过这个中国选手郑昭玉。可以说这一次欧阳锋的这个对手啊是一个劲敌，是一个老将。欧阳锋的这个身体素质啊，在这个级别当中啊，真的是还是让人羡慕。没错而且呢，在这场比赛当中，好，戴维特选择主动进攻，对欧阳锋反应非常及时，直接推开，加上摆拳加踢腿。哎呦，戴维特的这个出拳非常快啊，你看，非常有力道。哎呦，两边对打非常精彩。欧阳锋也是一位这个炮拳非常凶猛的选手。两边这个对阵非常精彩啊，非常这个对拳非常凶狠。他这个欧阳锋的这个技术啊，可以说是如梨花暴雨一般。他的组合拳还有精准反击啊，也是相当恐怖。和这个戴维特可以说是棋逢对手。哎呦，直接击倒。这场比赛呢，阿夫伯基是做了比较多的。戴维特的这个第一回合就出场不利，可以说欧阳锋的这个技术也是非常不错，是新兴的拳坛高手。
看齐利亚的应该是肋部啊，已经被扫踢的有明显的肋伤了。好，那么第一回合战斗结束，双方选手在第一回合当中的对决非常精彩，也是进行了一些小小的试探。戴维特的第一场进攻啊，可以说是冲劲儿还是比较足的，但是面对欧阳锋的这个精准反击，也是落了下风。好，那么让我们继续来看一下第二回合双方选手对决。其实也能够明显感受到，在上一回当中呢，欧阳锋是有着比较明显的优势的。我们也通过数据呢来看一下，上一回合红方拳法11中2，腿法红方28中16，膝法红方是4中4。再看蓝方的数据，拳法23中3，腿法2中1。膝法没有使用，这个有效打击数差距比较大了。这也是今天的最后一场比赛，相当于是头条主赛了。然后这个暴击能力真好，双方不断的试探，直接缠包。我们在自由搏击的擂台上，要么选手上。好的，这边在这个自由搏击擂台上，双方的打法还是非常的自由的，相当比较自由的。同时放在同一个人身上。这边戴维特的进攻往这个边上压制欧阳锋。举这个例子，双方又缠包，换一个，再次犯规。毕竟是80后的中坚力量。小犯规啊！行，我们关注比赛。后直有，哎呦，塞的呀！再继续扫踢。其实欧阳锋可以，我觉得再把梦想定得大一些。是，那现在拿到70公斤冠军了，他就可以做更多的事。毕竟目前在世界上啊，自由搏击的这个层面上，70公斤级的竞争烈度是最强，是很强的，黄金最强，没错。所以其实刚才我们说我说这是一上山的人和一个下山的人。欧阳锋继续倾前试探，途中遇到，其实欧阳锋这边踢拳加上轻拳加上这个卡夫踢，非常厉害，哎，没错。但是对于他来讲，金刚腿还需要有更多的山峰，一山更。对于这个欧阳锋来说，他去征服，他的组合拳和这个精准反击和这个他的卡夫踢就是最强的这个组合技。可以看到戴维特这边还是比较气馁的啊，这个高踢居然是把自己绊倒了。戴维特也是可以说是英雄迟暮啊，岁数也大了，虽然说经验还在，但是反应力啊不如年轻一辈这么高了。欧阳锋的这边反应速度非常不错，非常不错。不仅仅是能够拿到冠军，很有戴维特我们还是上场，哎呦，又是一拳直接击倒，裁判读秒，不一定能起来了吧？戴维特能不能继续战斗？起不来，起不来。起来了，好，非得利用这个比赛规则啊！你8秒的时候瞬间站起来。哎呦，这个戴维特非常的聪明啊，在这个读秒的瞬间，快到倒计时到了之前啊，瞬间站起来，给自己赢得一点喘息时间。欧阳锋继续猛打，但是时间很有经验，这个到位了。第二回合战斗结束。让我们继续来看一下第3回合，欧阳锋的状态非常好啊，这个反观戴维特的状态就有点不是这么很好了，被连续2回合的有效击打非常的多，而且也是被连续2次击倒。我们来继续看一下第3回合，第3回合也是欧阳锋的发力回合。齐利亚是一个经验非常丰富的，并且知道怎么使用的一个选手。对，欧阳锋的，哎呦，这个卡夫踢直接给戴维特的腿踢倒了，又读秒了。这一回合看起来很难，腿部已经有淤伤了。欧阳锋真是，戴维特也是不行了。这个兼具着自己。好的，欧阳锋这边非常有武德，直接给戴维特抱了起来，以表示尊重。这也是属于欧阳锋的一座新的山峰被他征服了。这个老将戴维特被他击败。这场比赛我们可以说是欧阳锋赢了，也可以说是这个年轻一代的崛起，是欧阳锋新的胜利。
那么戴维特老将啊，也是英雄落幕，当然也有过属于他的辉煌。新的年轻一代也在崛起，欧阳锋的连续的组合拳加上卡夫踢，将这个戴维特击倒，也是让我们恭喜来自于咱们中国的欧阳锋选手赢得本场比赛胜利。我们下期再见。中国邱建良在日本上演史诗级传奇，强势一脚神龙摆尾，直接干趴日本王者，震惊整个日本。邱建良相信大家并不陌生，他是中国搏击的领军人物，在羽量级的比赛已经少有敌手。这传奇一招神龙摆尾，更是直接震惊日本拳坛，让日本观众叹为观止。好，那么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场比赛为您带来的是一场中日对决，由日本选手小宫有纪博，号称日本鬼童格斗新星，19岁即登顶 K1 少年王者，以高扫和反击拳闻名，职业生涯12战9胜3负 ，KO 率超40%。咱们中国选手邱建良，想必各位都不陌生，号称坦克，那么也被日本选手称之为天神，以这个高扫和神龙摆尾的重拳 KO 著称，是中国自由搏击的开山祖师，职业生涯高居羽量级世界第一，集 GOH 金腰带、ISKA 洲际金腰带于一身。那么中国选手碰上这个日本选手，那一下子就是这个仇人见外分外眼红啊！一个直推直接推倒小宫有纪博，小宫有纪博明显是慌了啊！对上邱建良这等人物啊，自己我认为啊是一点胜算都没有。对了，就是一点胜算都没有。小宫有纪博的这个打法完全被邱建良完全克制。中国坦克邱建良打法是相当稳重，他的这个神龙摆尾，你可以看到邱建良一直在拉倒，哎，这一脚漂亮，这一脚直接踢脚，差点给小宫有纪博踢摔倒。邱建良的这个高扫一直在预备这个与小宫有纪博的这个一个标准的距离。小宫有纪博这个名字也非常搞笑啊，叫小宫游啊，小宫游叫纪博啊，这个名字也是非常的传神。无非是日本人啊，起的名字都非常的有文化啊，有文化。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场比赛，比赛还剩半分钟，不知道以邱建良的耐性能不能在第一回合当中就直接KO。那真是让这个各位日本观众开了眼。我这场比赛也是邱建良挑战日本 Crush 战队的第一场比赛。现在也可以看到小宫有纪博的这一场比赛打的也是非常的紧凑急迫。小宫有纪博现在明显慌了啊，连续2下这个被邱建良的这个高扫和这个下摆踢倒，差点踢倒啊！第二回合差点踢倒，现在他也是有点慌。我们一起来看。いや、佐伯さん、これ、面白くまた強いっていうの伝わりますね。そうですね、蹴りがやっぱり豪快で怖いですね。はい、ただ小宮選手はすごい経験も豊富なので、そういったところをきちんと対処できるんじゃないかなとは期待してます。当時無敗の松下大輝に勝った試合など、本当に彼の真骨頂でしたよね。そうですね。好，比赛还剩14秒，有纪博开始反击，看起来也是找到了点邱建良的这个道道。邱建良又是一招踢腿，小宫有纪博的这个战力明显不如邱建良，邱建良打战力可谓是王者级别的存在。这次虽然说是小宫有纪博挑战这个邱建良啊，但是其实更像这个邱建良去日本踢馆了啊。没错，一个人踢你们整个日本拳坛。对战你们整个 Crush 战队，小宫有纪博这边身形不是很稳，可以看到他心里很没底。哦呦，这个高扫漂亮，一个神龙摆尾直接踢倒有纪博，秒。小宫有纪博这个眼神明显是慌了啊，明显是慌了，脸上已经是被打的这个眼神都已经清澈了。好，那看起来还能继续战斗，让我们继续来看。好，第一回合战斗结束。好，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二回合双方选手的对决。第一回合毫无疑问啊，是邱建良的全面碾压。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二回合双方战况如何。哎，这是什么意思？拜年了！哎呦，这个小宫有纪博打法已经开始慌了啊，已经慌了，已经没有节奏了，已经没有节奏了。这边邱建良的高扫威慑力实在是非常的足，让小宫有纪博在躲闪
这个远离啊邱建良的这个距离，同时这个不得不把控这个邱建良的一个距离，太远了会挨踢，太近了会挨拳。気をつけたいですよねあれ。小宮も慎重に近づいてまいります。おお、いや今のちょっと右のパンチがフェイントになったんですね今。見えませんでしたか、小宮。右のハイキックじゃないですかさっきの。小入巻さんおっしゃる通りにこれ違った武器いろいろ出してきますね。はいはい。多分ダメージあると思いますよ今の。昔発散かすりよいっていうトルコの選手ですね。はい。哎呦，这一脚，哎呦，又是一脚高扫，漂亮，神龙摆尾，非常帅啊！现在小公游击博已经是不行了，要把距离与这个邱建良拉得非常的远，可以说是对邱建良的这一招实在是怕了啊，实在是怕了。好，这边又是一脚，你一脚我一脚。还有小公游击博的这个站位有点是一个标准性的防御姿势啊，是害怕的一个姿势。哎呦，这一脚帅，一脚直接踢飞了。小公游击博现在心里没底儿了哈，被碾压啊，被碾压。从目前来看啊，基本上是被碾压的一个状态。うまい。ああいうさっきもちょこちょこやってるんですけど、前足払ってこかしてるんですよ。あれやられるとね、前に出にくいっていう嫌がらせですよね。足払い気味のローです。中村さん、小宮はもう日本が誇るテクニシャンですよね。哎呦，回手一拳，虽然说一脚没有踢到，但是回手一拳又是一个独苗，又进入一个独苗。哎呦，太惨了，被完全碾压。从一开始可以说小公游击博的这个实力不止于此啊，但是从第一回合被这个邱建良一个下马威之后，是直接就是打得没底了啊，就是所以怎么说呢，就是这个士气啊，已经士气没有了，已经士气全无了。现在可以看得出来啊，小公游击博这个章法是已经乱了，已经乱了，大家可以看得出来。で一発一発も重いですからね。このローを探ってるじゃないですか。これ対角線でねまた後ろ回し蹴り蹴ろうとしてるんですよね。うわもう狙ってるんですねここで。かと思えばストレートに強振のフック。肘を立ててガードする小宮。小宮もパンチからローキック。回転の体勢も見せるだけ。バックスピン今出した。哎呦，邱建良的这个高扫太有力度了啊！打在身上有力，哎呦，又是一脚直接绊倒。邱建良这太吓人了，这个啊，这个小公游击博的这个眼里面都有点恐惧了啊，他觉得这个比赛没法打下去了。好，那第二回合结束，还不如直接被 KO 了。这个直接被 KO 对于小公游击博来说是一种解脱。好，那第三回合开始，我们来看一下第三回合。这三场比赛，这三场回合啊，可以说是小公游击博的受难日，也是整个日本观众的受难日啊，太惨了！日本观众被频频打脸，真的是非常的惨啊！先手は打たせまいと手数足数多い中心リア。これはレフェリーが一旦分けました。中村さん、これクリンチになってしまったということですね。口頭注意、小宮に一つ与えられています。中村さん、この第3ラウンドどうご覧になってますか？そうですね、小宮選手がねどう戦うのかっていうと、左はいだと思うんですけど、ただねパンチの勝負になっても中堅には強いんで、チャンスがあるとすればああいう近い距離になっての試合かなと思うんですけど、こういうねやっぱ好，那第三回合看起来双方体力也差不多了，直接开始呈报，用这种方式来变相的回复一下自己的态度啊，这个状态。小公游击博的状态看起来还可以，但是明显是前两回合被邱建良踢懵了。看一下第三回合能不能做一个这个重振一下旗鼓，把这个比分稍微追回来一点啊！但是哎呦，这一脚无济于事了。
这个邱建良腿法太厉害了，他踢拳太高明了。好，那比赛已经进入了1分45秒，看起来节奏是完全由这个邱建良把控。程序的击腹，右摆，好的，再来一脚，哎呦，这一脚。这脚是完全是搂倒的啊，用这个腿腹部这个给这个小攻击波给搂倒了，可见这个力度有多大。如果要是踢到脸上，那更是不成设想。邱建良的这个踢拳实在是太厉害了，在这个不限制踢拳的这个规则下，邱建良这一脚简直是无敌的。パワーすごいですよね。パワーにテクニックも基本的に小宮選手と相手にね、ああやってこう押しのけないっていうか、そこでああいうところで削り勝つスタイルですからね。それが何も早い。削るまでいかないんですね。その最初の一歩。なかなか小宮踏み出すことができないままに残り40秒です。好，那又是进入一个缠斗，那双方休息。这个其实双方都很想要这一个缠抱，这样的话分开也是给双方一个体力的恢复时间。在最后的30多秒，看看能不能再进行有效的击打来追回一下。然后邱建良也是看能不能做到一个 KO。连续3回合的碾压，看起来小攻击波的眼神已经清澈了，直接撂倒。哎呦，邱建良脚滑，问题不大。这个战斗情况看起来是一面倒的碾压，一面倒的碾压。双方再次缠抱，邱建良直接分开。哎呦，这个高脚，但是效果不大。可以说邱建良的这个力气也有点耗尽了。连续3回合战斗，好的，非常的精彩。邱建良的这个神龙摆尾也是非常的厉害啊，可以说是连续3回合的纯碾压。那最后的胜者也是毫无疑问，肯定是咱们的红方邱建良。来自于咱们中国的号称坦克的邱建良选手，我们来看一下最后的评判。好的，那么恭喜我们的邱建良赢得本场比赛的胜利，毫无悬念的一场胜利，我们让我们恭喜他。好的，我们下期再见。注意看，这个日本选手居然不拿正眼瞧我们中国选手，满脸笑。好，那么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上午好，下午好，晚上好。那么这场比赛是为大家带来